各位，2026年7月10号了啊，中午12点整，现在在江苏省镇江市太平路附近叫三毛宫小区。我刚拿完这个柠檬水啊，还是拍一下吧，弄一下屁啊，走这边拍一下，走前面绕吧。我刚刚看到一个闽 B 的一个车啊，他走在我现在这个位置，就拐弯的时候，他开的好慢呢，我让他他开的像蜗牛一样的。我也没说什么，我在想，他从福建过来，他肯定看到这边人挺守规矩的，他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感受啊。就镇江这边交通没那么混乱。闽 B 是哪里啊？泉州是什么？你看我都忘记了，在那城市住了1年，都。应该左拐的，等一下吧。我拿了一些吃的啊，想着还是录一下吧。现在高温各位34度，大概2天之后啊，有一个台风啊叫巴威，已经会正面袭击浙江、上海这样子。我这边也会有辐射到啊，过2天不知道情况会不会要分享一下。这个视频先放吧，就这几天的视频都倒叙的。前几天也有一些吃饭的视频，以及晚上在附近拍的视频啊。这套餐已经拿好了，我刚刚没拍。在三毛宫2区那边，他那个2区、3区我是搞明白了。后续啊，附近的房价前面已经拍过了，也会倒着插着放出来啊。昨天也这个天气啊，我那个水电燃气卡已经在电动车上了，昨天去拿了啊。我想的是后续啊，到那行政大厅我自己办的时候再给大家拍视频啊，所以昨天视频就没拍啊。这 7-Eleven 啊，跟那个什么劳森便利店，在这个城市，我昨天晚上去买瓶饮料，真够贵的。等一下回家坐在家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还是到那好想来零食店，你随便买都不会有问题。这边白天的话就不摆摊，傍晚才会摆摊啊。但吃的也挺多的，我看那个什么，就现在这个面包啊，什么我不知道馒头、锅巴馒头在这里煎着呢，那个都是煎的金黄金黄的，这我也没见过有这种吃法。就一馒头啊，底下给你煎的金黄金黄的。这边还有一些卖菜的。我昨天晚上其实也逛了过这边，我是明白了，原来右边啊，以及前面那红绿灯右拐是通到那个。第一天那个润康市场，大家有印象吗？就是那个车站路啊，车站路京畿路那方向。他那边有个菜场，我在想啊，就是我买房的时候也没考虑到这些东西啊，就右边这陶溪路延伸段了，拐进去是一个，就是我们那天拍的那个润康市场那个大的菜市场。其实非常便利的。就是说以后想做饭的话也挺方便的。昨天晚上这里还有运猪肉的，一个车库的车运个猪肉过来。就这里啊，通到那个车站路的，可能附近人知道吧。我的附近逛熟了之后也比较熟悉了。这样子吧，各位，我等个红绿灯好了，也快的啊。你就到这种好想来零食店啊，有些城市像福建的话就唐朝零食。或者赵一鸣，湖南就零食很忙，但这种零食店很便宜的，你知道那可口可乐500毫升的2.2块，各位，昨天我在我家那边有看到了。昨天我去买水的时候嘛，你到那罗森便利店啊，还有那7-Eleven， 我靠，贵个接近贵2块钱了，一番榨啤酒10块7毛钱，我靠。在赵一鸣泉州的时候，我记得6块7块就买了吧，都是一样的东西。看来这个罗森跟 7-Eleven 啊，它这个我跟豆包也聊了，它这个供货啊，它供货价就很高，又是24小时营业的，它员工要开工资什么的。我在想着镇江这个赵一鸣怎么没有开过来啊？这好想来有的城市里，这城市
也有4、5家好像来零食店，就感觉不是那么密集啊。各位暂停一下，我们这视频啊不会录太久的，就到家里，反正外面的环境跟大家拍一下。真够，这高温夏天已经来了，各位，34度，回家得开空调。这小区就我觉得非常宜居的解放湾那条路吧，反正也叫解放湾小区吧。这就是运粮河，反正回家我们简单吃一下。各位到家了，我把空调打开了。我刚刚路上拿一快递，刮胡刀到了。我平常都是买这种刮胡刀，也是很好的那种，不锈钢的刀片呢，10几块就买了，送2个刀把，不是广告啊，就我平常就用这个。这就是3个那个表，哎呦，这个号要打个码，自来水的、燃气的、电费的，就那个买的那个房子嘛，他到了我还没去交接呢，因为那个房东阿姨不是还住着吗？他说。后天他让去搬家，他的东西搬到那边。我说让他住到8月份的。这等下得洗个澡啊。出去一趟就是还没出汗呢，就感觉已经挺热的这个感觉。我现在防晒做起来，各位，前2年天天大夏天的非常愚蠢的，到福州到南昌去拍摄，大夏天的根本不做任何防护。我今天又不能是，你看看我手其实是不是挺白的？你看一下，但你看反面。我全身皮肤就大概比这还白，但只要手臂不防晒，下面就晒得很黑。怎么一般般的？这牛肉有点假吗？那什么套餐是吧？它是一个华大来的一个熟食什么凉拌菜什么一个店，就在3国公2区那边。牛肉加素菜5样，它主食可以选，要么是那个米饭，要么馒头。这种店呢，我也拿了好几次在这附近，所以米饭我不能选了，它一般米饭很难吃的。我昨天啊就在金山公园另外一家陶大面馆吃那干拌面啊，真的，还可以吧，才6块钱，肉丝干拌面。我到他店里他还没好的，他说你自提的是吧？那你到店里我们才给你煮呢，也快的。我说是这样说，我就在他店里。看着嘛，他跟我前几天在那个紫什么花园呢，就靠近珠芳路拿的那个陶大面馆，虽然他们都是连锁店，但是就是说那家店你要到他店里吃面的话，有可乐饮料什么粥什么免费喝的。这个就这个柠檬水，美团的1块9。他这个有时候搞活动，有时候要2块9，要3块1呢，还不一定。有些店是要2瓶，就是这种柠檬水要6块4，就2瓶他才起卖之类的。他别看这2家蜜雪冰城挨得很近啊，我楼下价格就不是1块9，3毛公那边才1块9。这么热的天，我说买个西瓜呢，各位。它这附近的西瓜也不就价格也是浮动很大的。我们在那车站路那天不是拍了5毛8毛的吗？它也够称到一个西瓜大概3块4块5块你就买了。但是啊，我家楼下2块1斤啊，那超市是1块2一斤。我买1/4也就4块6多少就买了。然后右边一个2块1斤的，前面那个我没问呢，就那街边的一个货车拉过来的。就是说你要看到那种便宜的西瓜，你也赶紧买。你不买啊，他卖一会儿，他车子拉走了，因为他有时候要防止城管去管他嘛。他卖完拉走了，你就买不到了。你像这种大夏天，大家看到了，他中午他还不摆摊，他傍晚出来摆摊。所以那个西瓜你看到了就得买，或者到我那超市1块2的，一个西瓜8斤10斤的，你要2块1斤的话，也20-30块了。我看看淘宝就美团上面这个西瓜更贵，送到家里啊，1/4 12块5毛钱一个西瓜，他卖40-50块了，等于说吃个馒头吧。这馒头他这男哥们刚到店里非常客气啊，他也是帮我热一下，我在那里等的。馒头应该哪里批发来的，还行吧。看一下他这个还有什么？我说实话，这个牛肉有点假的感觉。还是说他前几天这卖的，卖完没有卖完，然后冰冻在那里，这样反复的冰冻，就是味道就不是变质啊，就吃到嘴里感觉假假的。
哦，这个有点牛肉的味道。牛肉一般吧，有一说一，反正我9块钱没拿到这边，我们看看它有什么细节。这签账，我点的时候好像辣度没得选，就有点微辣。我说实话，有这个对比才有伤害，各位。还是我来镇江第一天吃的那个望园熟食啊，就我们刚刚说的月亮河边上那解放湾路那男哥们戴眼镜的，他不做了，我靠，真实在。那猪头肉就是200克，你现在吃也想吃也没得吃了。当时我拍的时候，有人还跟我吵架，说我点了这个猪头肉不让我点，说最好到店里吃。你傻猫吧，他店里吃要20多块钱。那个凉菜也好，那这个凉菜我说实话跟这个牛肉一个味道，就感觉前几天没卖出去，它肯定是放在那里冰冻嘛，一冰冻再拿出来，反复好几天。然后我点单的时候这样，我说实话不是很新鲜啊，他家店名也没有是吧？反正也不用留面子。我们吃东西啊，不管你价钱便宜贵还是一般，我们都是正常点评的嘛。明后天星爷那个功夫女足要上映了，我不是拍了一个临时一感慨嘛，有很多观众，我就有些意外，就95%的观众感受跟我一样，很多人心里也是憋着这股气儿，或者说有真实的感受啊，不太好讲。为什么人星爷从小到大都看着的，对吧？你讲他的不好，好像你在干嘛一样。也是很少数啊，只有0.几的观众跟我抬杠。啊，说你有什么资格评价呀？你那个也不怎么样，或者怎么样的，反正我也有些评论我也都回复了。我发现有些网友跟我吵架，他弱爆了。我给你摆事实嘛，他有些就在那里跟你可以说讲情绪啊，或者扯其他的。其实我想跟有些抬杠的观众啊，可能也会看我这个视频，是这样子的了。我过去啊，可能去过你家乡，你可能住在湖南的、福建、广东的，甚至广西的。我可能去过你家乡，还给你拍个视频，或者你那个街，比如说你在下面很偏僻的村里、山里面，我没去到是吧？但是你有时候回你家乡的时候，过年啊，你是不是会去你前面一个地级市、县级市或者一个正经城市、省会城市的一个火车站？所以变相的，其实你生活过的地方，你去过的火车站我都拍过了，我过去可能没去到，未来可能会去到。就是说有些观众啊，你跟我抬杠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，我没资格点评星爷或者怎么样也好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或者一个很温暖的一个话题？我过去以及将来会去过你生活的痕迹的地方，你如果搜全国各个火车站是我的视频，你如果甚至搜这个你的家乡的话是我的视频。你啊，在那里跟我抬杠，但是星爷你从来没见过，但是星爷从来不会去你家乡给你拍个视频，我们谁也不贬低谁嘛，就是说我可能跟你是有连接的一个人，你未来某一天，比如说2035年吧，你想看一下自己的家乡，到时候你现在跟我吵架的时候，可能也假设你30岁，那2035年大概是4加5 9年之后，你到时候39岁了，有一天你想搜一下，哎，福建宁德啊，这蕉城区的这个我是那边长大，你搜一下，你搜福建宁德就是我的视频，或者那湾屋乡是我的视频，你看到时候你看了我的视频，然后在9年前你现在又跟我抬杠，说我没资格点评谁，没资格这个，就像我吃饭一样，我自己买的东西，自己消费的东西，我不可以点评吗？我看了星爷的预告片20多秒，我感觉可能会烂，我不能说一下感受吗？有人说我这个带节奏，我带什么节奏了？我过去几年做几千个视频，我需要带星爷的节奏，我需要蹭星爷的流量，我讲星爷也没什么流量啊，我自己街拍个美女流量高的要命啊，对吧？有些人你要吵架你不会吵啊，没说到点上啊。哥们儿在 B 站也可以说第一人，各位，我不开弹幕都有几万粉丝。
你试试看，有些人跟我吵架的，你不开弹幕，你发个视频，你看有没有人屌你，有没有人看你？有些人就跟我吵了。还有人说那星爷的电影也是拍给人看的，那不废话吗？我回复他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评论。我说难道拍给大象看的吗？还有人啊，就是很多观众也是非常反感，说什么欠星爷一张电影票，我还没回复呢，各位，有些观众自发的就站在我这边，或者也是说自己的感受，谁也不欠谁的，在这个世界上。对呀，你说了多少年啊，欠星爷一张电影票？就他的理论就是啊，以前我们小时候在电视上看星爷盗版的，或者电视上地方台放的这种星爷的很多电影，比如说赌侠啦、审史官啦什么的啊，我们没有交电影票，没有到电影院支持。后来啊，有这种盗版影碟。功夫2002年上映的时候，我在上小学4年级，那时候到处都盗版影碟，在宁波的街头。啊，有人说功夫上映的时候，我也没有，去电影院支持，或者那时候还小吧，像我一样像个小学生。现在星爷的电影尽量是去电影院还一下电影票，你这说的不是屁话吗？星爷之前那个集团，他2个公司，一个比高比吧，还有一个，星辉海外，就10神的时候创立的。星爷赚钱的时候也没跟你分享啊，你家有困难，星爷没帮你啊，我们就摆点事实嘛。你自己赚的钱想怎么花怎么花了，像我这样，我大夏天的，星爷也没请我吃顿饭呢，星爷住在豪宅里也不屌你啊，你替星爷的维护的时候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啊。我临时想到这插播几句吧，就昨天啊，我还想着要不再做一期星爷的视频，像这样回应一下，那其实今天这样也回应了，没必要，我不想就是聊这种热点新闻，我是最反感的，各位，要不然我们重新开个频道，天天就讲这种热点新闻、娱乐新闻。因为讲这种东西我觉得挺刺的，我像一个苍蝇一样啊，这里有块肉我叼一下，大家来看我的视频。你讲娱乐新闻、花边新闻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啊，这里有块肉我叼一下，今天功夫女足上映了，你看看我从来不自恋啊，各位，他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讲这种东西啊，他平台总是给我流量，我随便就是说2句，我也没吐槽什么，也挺温和的，我也没有说啊星爷很就是怎么样。我还想明后天过去看的时候，这电影还不错呢，对吧？然后过去我有时候也是讲，比如说那个枪声打响那一刻，捐5000万，我也是在泉州家里面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他这种言论。你说啊，你们想象过没有？我如果过去2年天天蹭台湾的流量好了，我油管上天天起台湾的标题，但是我没这么起啊，我觉得挺刺的，我内心挺鄙视这种流量的。就是啊，有个热点新闻了，你看这2天巴威来了，我也可以讲讲巴威台风啊，我讲废话能力也强，但是我不蹭这种热点，我宁愿到街头大夏天的走走，带各位看一看这街头的情况，可能没流量，哪怕乡村的情况，可能也没流量，也不赚钱，那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因为给后人能留很多东西啊。有些网友你跟我吵架，你有没有想过我未来以及过去都去过你家乡啊，你还跟我吵架？你替一个这个素未谋面的人，我比较意外。就是那个视频啊，就前几天讲那功夫女足的，我以为啊，就正常来说，按我前几年运营这自媒体的经验，很多人应该是会骂我的。但是我发现95%的评论啊，大部分人想法跟我一样的，就星爷也现在也没人敢说他，因为你一说的话，大概率会被骂嘛。那实际上像《新喜剧之王》啊、《西游》这伏妖片怎么确实拍的比较烂，这样吃吃喝喝还挺好的。有些人比我还过激呢，就说博主队长你这说的太温和了，星爷现在就特别垃圾了，已经完全脱离生活了，你说的还太温和了。我只是说问猪肉几斤嘛，把周润发还去菜场。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嘛，有些观众说的比我还好，你们可以翻一下那个下面的评论，反正昨天晚上已经1000多条评论了，那个评论啊，1000多条基本上我一个也没碰也没删，因为大家讲自己的想法好了，这种公共领域的要讨论的你们就讲好了，只有1-2个人啊骂的特别凶，就带上我祖宗18代的，又说我这个也没资格什么，就是说说的比较凶嘛，我给他拉黑了。大部分评论没管，因为我在想很多人也有话讲嘛，让他讲好了。有些人跟我吵架了，那我也回应一下。我回应之后，我回应几句，他也跑掉了。
这下面是什么？这凉菜我不太想吃了，不太好吃，各位，这是人造肉了，这个东西知道吗？人造肉，这人造肉也不是很好吃，下次我可能不买他家了。还好我没买牛肉啊，牛肉要13块那个套餐，不是夫妻肺片还是什么？他这个凉菜没有海带什么的，馒头吃还凑合。好了，各位，我靠，又说了10几20分了。各位这几天的视频啊是乱的啊。现在7月10号的，大概6月30号还有2个吃饭的视频，也是在附近的。像昨天我也没拍，因为现在各位也看到了，我是刚来镇江这边。其实，你看啥也没干哦，我们已经快1个月过去了。我最后再回应一下，就有些观众啊，您最好是之前视频还尽量都看一下。你这样一集一集跟下来呢，可能有时候时间线是乱的，比如说前后夹击的，又放6月30号，又放现在7月10号的。那因为6月26号去苏州那视频有很多嘛，它虽然是前后夹击也怎么样，你这样跟着看呢，我们的情况是清楚的。这个租房的视频我也会拍一下，那卧室厨房呢可能会给大家放出来，因为这个房间我到时候肯定会搬掉嘛，因为买了房了，对吧？有些观众还总是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，说你用什么拍的？我说了很多遍了，也跟大家分享了。因为4个月前就3月份我在泉州买这个苹果17的时候，像馒头还没嚼完，我都分享了嘛，你可以翻一下之前的视频，有些人问我都回答了。我就再回应一下，有些人说你在这个买房什么，你看都买好了，明天过去这水电燃气房产证什么都有了，那房子就已经是我的了。你看我们在这里现在等于说1个月了，才去了苏州1趟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想过苏州要去几趟，上海去几趟，南京去几趟？这还只是江苏哦，上面安徽呢，马鞍山过去那都到安徽了，南昌也可能会再去2次回访，旁边郑州合肥也都可以去，上面山东也可以去。你看看随便算一下时间，我当时说我说最少待24个月，有可能36个月、48个月、60个月都有可能啊。所以你买套房子，你租个3年5年几万块钱，是不是扔出去了？我不如再加几万的房子买下来，过几年还可以得一套房子嘛，对吧？这没有任何问题吧？然后我那个视频也讲了很多理论，我就依赖火车出行的，我就住在这镇江火车站边上。其实我都有讲啊，有些观众还是发这种歧义性的言论，说你这不房子是不是买在前面句容那里？那个句容我早就知道啊，它是有个地铁站，是哪里靠近南京嘛，对吧？但有些在句容的人，我发现也挺自恋的，我从来没有提过句容这2个字啊。最近的街拍视频在镇江也从来没去过那边啊。有人说你这是买的房子在那边，说不定你前面的视频没看嘛。我也不会去那边，你句容去苏州怎么去啊？你句容火车站又不牛逼嘛，对吧？那镇江火车站牛逼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就有些人他还是在说啊，你这买房仓促啦，买的房怎么样啊？你看我预计还要在这里待这么久，那不如买套房了。你像这样租房的话，这房东你看床垫我还自己买的是吧？我在这里假设住几年，我这几万块交给他，那是不是扔掉了？我再加几万买个房子了，对吧？而且我是包赚的，我感觉包赚的，各位，它又不贵，而且那楼层我也喜欢，装修也很好，房东阿姨也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。我回宁波也很好，我姐嫁在宁波的，有人想过吗？南京哪里，上海机场也很多，我以后去泰国也很方便。那旁边楼下我也是刚刚在那里偶然间发现，那菜场就在楼底下，我想做饭的话，附近三毛宫还有哪里都很近，对吧？旁边靠着西京路，西京路看过视频吗？那京畿路也在前面，空气也好，附近。就我也不想说这些优点，搞得好像在宣传这个城市。前几天还有到潭山路的靠近镇江南了那边，都有拍视频，后续会倒着拍进来啊。就最后再回应一下，有些人说你买房子，反正我买也买了，我花自己的钱，你别给我逼逼了。有些人，你没给我花1毛钱，你给我加几万，说队长啊，你买房了是吧？钱够不够？我给你再给你加个2、3万，我B站充电充给你，你充了吗？你没充啊，我花自己的钱还天天被你质疑，我靠！有些人还跟我吵架啊，说你没资格点名星爷，我怎么没资格？我去过你家乡，星爷会给你去你家乡给你拍个视频吗？不会嘛！
好了，就这样，这视频一讲了20-30分钟了，我这个可能凉菜啊，随便捞一下不吃了，味道不太好，到时候闹得肠胃不舒服。就这样吧，夏天也没什么胃口啊，我开电脑把这视频剪出来，下节目再见各位。一个普通的夏天，我在想下周吧，或者过几天台风刮的怎么样？这个台风据说挺猛的，到这边有16级台风，而且它那个漩涡啊特别大啊！其他不讲了，各位，这台风我也不知道拍不拍，过2天天气下雨也不知道怎么样。可能下周开始看去南京还是去哪里，都慢慢的嘛。这几天吃饭也好，买房也好，有一个过渡，各位啊，您参考一下吧。下节目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